这一刻，霍雨浩仿佛化身为一位神圣的战士，他的身体散发出强大的威压，令严峰也不禁为之动容。这究竟是什么力量？严峰心中充满了疑惑和不安。霍雨浩、王冬儿和王圈三人完成了史无前例的3位一体武魂融合技紫金蝶龙变。这一融合技不仅融合了王冬儿的光明与昊天锤，王圈的力量，还借助霍雨浩的精神力与极致之冰，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强大存在。主席台上，神秘国师、晋红尘等帝国高层纷纷起立，他们虽是魂师强者，却从未见过如此场面。霍雨浩的紫金色身影出现时，天地色变，比赛台被映照成一片紫金色，所有人都意识到这并非普通的武魂融合技，而是某种更为强大的力量。严峰所化的古龙在霍雨浩的攻击下受到重创，他的魂力被强大的灵魂冲击击中，精神之海出现裂痕，身体失控坠落。当他重新站起时，霍雨浩的紫金色身影再次动了，瞬间击毙了骷髅王，展现出惊人的破坏力。严峰意识到形势危急，古龙的身躯再次膨胀，带着绝死的气势向霍雨浩冲去。然而霍雨浩的紫金色身影似乎早已洞悉一切，他轻抬左手，虚按向前，背后的双翼分别闪耀着洁白与碧绿的光芒，仿佛2名女子的光影浮现其上。紧接着，洁白与碧绿的光芒从古龙头部蔓延至尾部，瞬间将其冻结。古龙的攻击被完全压制，无法再进一步。最终，霍雨浩的紫金色身影是放出强大的冰雪龙卷风，将古龙彻底摧毁。严峰的古龙身体崩碎，化为齑粉，灵魂之火也随之消散，形神俱灭。霍雨浩的声音在空中回荡，这招叫冰雪2帝之骄傲。圣灵宗的4名强者全军覆没，唐门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在紫金蝶龙变状态下，霍雨浩一举击溃严峰，为这场战斗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主席台上，神秘国师愤怒至极，他无法接受自己的弟子严峰被杀，但在黑袍女子的劝说下，他勉强收敛了气息，但愤怒的火焰仍在燃烧。他警告徐天然，一定要让唐门付出代价。随后，他化为一道乌光离去，黑袍女子紧随其后。比赛台上，霍雨浩和王多儿的身影重新显现。霍雨浩虽然脸色苍白，但眼神坚定，他紧紧握住双拳，对王多儿说道：“冬儿，我们赢了。”霍雨浩和王多儿紧紧相拥，王多儿眼中满是骄傲。他意识到，霍雨浩不仅在实力上，更在布局和掌控上远超自己，而霍雨浩则在内心回味着这场战斗。他深知，这场胜利离不开每一位伙伴的牺牲与付出，也离不开自己不断翻出的底牌。而这场胜利背后，还有一个关键因素，也就是冰帝的苏醒。霍雨浩凭借冰帝的觉醒，掌握了第2武魂冰碧帝黄蝎的最后一个魂技冰雪2帝之骄傲。这一强大的魂技，只有在与王冬儿完成武魂融合继光之霓裳后，才能发挥出极致的力量。在紫金蝶龙变状态下，霍雨浩成功施展了这一击，彻底摧毁了严峰的古龙真身。比赛结束后，唐门6人虽然疲惫不堪，但他们的团结让他们在比赛台上高呼唐门，赢得了全场观众的喝彩。这一刻，唐门的荣耀被深深烙印在所有人的心中。回到休息区，霍雨浩和王冬儿通过浩东之力恢复魂力，而休息区外，蝎虎斗罗张鹏带着愤怒和不甘离去。他的亲传弟子唐代死在了霍雨浩的手中，这让张鹏几乎无法接受。然而，他只能强忍怒火，带着唐雅和其他邪魂师离开。这时候，王圈走到霍雨浩面前，淡淡的说：“欠你的，我还了。决赛见。”霍雨浩对王圈表示感谢，随后王圈就带着史莱克的人离开了。戴华斌他们路过时，眼神里满是失落。他们知道自己和霍雨浩的差距已经无法弥补了。霍雨浩的嘴角露出一丝冷笑，他知道这场比赛的结束只是另一场大战的开始。全大陆青年高级魂师精英大赛的半决赛落下帷幕，唐门与史莱克学院顺利会师决赛。这场看似同室操戈的对决将在后天举行，而对于某些人来说，这场决赛的结果已经不再重要。回到酒店，众人各自休息，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最终之战。而在这平静的表面之下，暗流汹涌，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悄然酝酿。在名都西郊的贫民区，有一条叫定后大街的小巷，街边有一家破旧的小餐馆，面积不大，只有几张桌子，但今晚却坐满了人。在餐馆最里面坐着3个戴着斗笠、蒙着面纱的女子，她们的声音轻声细语，却透露出不寻常的气息。中间的女子感叹道：“谁能想到唐门能赢圣灵宗呢？”右边的女子好奇地问：“张姐姐，你知道唐门最后那招是什么吗？”左边的女子回答道：“不清楚，但唐门那些孩子确实厉害。”这3个人分别是星罗帝国公主徐九九、天魂帝国公主维娜，还有史莱克学院的大师姐张乐轩。他们在这里讨论的远远不止一场比赛的胜负。徐九九问道：“张姐姐，你们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张乐轩微微点头：“我们已经商量好了，决定配合你们的行动。”听到这话，徐九九和维娜都松了口气，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个巨大的好消息。维娜接着说：“太好了，大敌当前，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张乐轩则提醒道：“时间紧迫，
我们还是商量一下细节吧。徐九九点头同意，他知道史莱克学院的信誉，既然答应了帮忙，就一定会做到。三个人开始低声讨论起来，他们知道这场行动是对抗日月帝国的关键。另一边，徐天然在软榻上布置着一场大计划。他听完黑衣人的汇报，得知东南北3个方向都布置了重兵和强大的混导炮弹，而西面也准备就绪，还在给对手最后的机会。徐天然满意的让黑衣人下去，心里盘算着对手会选择西面，这样他的损失就能降到最低。他甚至在没有武魂的情况下，轻松地从软榻飘到轮椅上开始行动。整个明都似乎还在沉睡，但唐门和圣灵宗的激战却让这座城市充满了紧张的气氛。霍雨浩一大早就起来了，他和王多儿的好冬之力让他恢复得很快。吃过早饭后，王多儿推着他来到贝贝的房间。开门的是张乐轩，他眼睛红红的，似乎刚哭过。他告诉霍雨浩和王多儿，他只是来给贝贝送早餐的。贝贝的伤势虽然严重，但已经稳定下来，他的伤其实只是皮肉伤，肋骨和内脏都已复位。贝贝解释说，唐雅的灵魂像是被污垢蒙蔽了，但他的记忆并没有被抹掉。他用自己的受伤为代价，试图激发唐雅的反应，虽然只是短暂的冲开了一道缝隙，但已经足够了。贝贝安慰霍雨浩，让他们放心，他相信唐雅的情况会好转。霍雨浩有些无奈，但贝贝告诉他，昨天的战斗让他刮目相看，但也让霍雨浩成为了圣灵教的眼中钉。贝贝确认了张乐轩已经安排好了一切，今夜将会很热闹。他暗示着明都的局势可能会在决赛前夜发生变化。霍雨浩和王多儿决定回去，让贝贝好好休息，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决赛。贝贝提醒霍雨浩，如果情况不妙，一定要以自身安全为重。霍雨浩则表示，他们已经安排好了，不会有问题。王冬儿虽然有些担忧，但也明白霍雨浩的计划。突然，霍雨浩察觉到房间里的茶几上多了一张素笺，这是之前没有的。他小心翼翼地用唐门控鹤擒龙的手法将素笺取过来。王冬儿也做好了应对准备。素笺上写着，尽快离开，暂时西方安全。落款处只有一个圆形标记。霍雨浩认出这是橘子留下的，他以前制作魂导器时会留下这样的标记。王冬儿有些吃醋，调侃霍雨浩到处留情，但霍雨浩解释说，橘子是在关键时刻冒险送信，这份情谊不能忘。他们推测，日月帝国和圣灵教可能在决赛后立刻对他们动手，而西面可能是唯一的安全通道。霍雨浩决定，如果情况危急，他将暴露自己，带着大家进入亡灵半位面躲避。明都的气氛在中午逐渐恢复平静，但随着日头西斜，城市的气氛又变得热闹起来。原来，明都3大地下势力主办的魂导师精英大赛的决赛即将在今晚开始。这场比赛的奖励极其丰厚，吸引了众多魂导师参与。3大地下势力为了盈利，绞尽脑汁设计了各种下注方式，吸引了大量民众参与。在青色酒店，三长老质问陈安、唐四和唐五为什么还没到。陈安解释说已经通知了，但三长老警告他，如果他们没到，损失就要他用命来赔。西水盟的三长老和盟主南宫婉正焦急地等待着参赛的魂导师。唐四和唐五的迟到让他们感到不安，但96号黄征试图安抚南宫婉的情绪，认为这次比赛的奖励非常丰厚，参赛者们应该会按时到来。此时，酒店大堂已经被戒严，大量黑衣人占据了大堂。大厅中央堆积着一些大箱子，里面装满了用于比赛的稀有金属。就在这时，唐五、霍雨浩和唐四和菜头在2名黑衣人的引导下出现了。南宫婉和三长老看到他们到来，脸色缓和了许多。陈安也急忙迎上去，示意霍雨浩和菜头，他们之前约定的交易已经准备好了。南宫婉亲自迎接霍雨浩和菜头，表示西水盟的荣耀就靠他们来捍卫了。霍雨浩冷淡的回应，表示他们会尽力而为。他对南宫婉和三长老的实力感到警惕，猜测他们至少也是封号斗罗级别的邪魂师。南宫婉试图与霍雨浩亲近，但霍雨浩拒绝了，表示他只是来参赛的。随后，陈安向霍雨浩和菜头介绍了决赛的情况。比赛由西水盟、平凡盟和奥都商会共同举办，地点在西郊。比赛规则是3方各派3人参赛，参赛者有3个时辰的时间制作一件魂导器。之后，9名参赛者将进行3场比试，首先是技巧测试、末位淘汰，其次是实战比拼，决出前4名，最后是半决赛和决赛。比赛规则复杂，参赛者需要在制作魂导器时权衡攻击和防御的平衡，同时保留足够的精力应对技巧测试。听完陈安的介绍，霍雨浩和菜头意识到比赛的难度比他们想象的要大。南宫婉随后表示，他们对霍雨浩和菜头的实力有信心，但也提醒他们要做好对抗另外2家的准备。为了激励参赛者，南宫婉承诺，无论谁获得冠军，西水盟都将提供一份丰厚的奖励。接着，4名黑衣人抬着一个沉重的箱子走了进来。霍雨浩用精神力扫描箱子，发现箱子被厚厚的铅和密银钢筋包裹，无法穿透。他意识到这是一个魂导密码高爆箱，里面可能装有极其重要的物品。南宫婉亲自走到箱子前，通
通过复杂的密码操作打开了箱子。霍雨浩在南宫婉开启箱子的瞬间，精神力高度集中，记录下了南宫婉敲击箱子的频率。箱子打开后，一股强烈的肃杀之气瞬间弥漫开来，让在场的霍雨浩和菜头、黄征和默克都感到震惊。这股气息来自箱子里的一枚9级定装魂导炮弹——毁灭风暴。9级定装魂导炮弹是日月帝国的顶级战略武器，具有毁灭性的破坏力，足以让超级斗罗色变。霍雨浩意识到，西水盟为了赢得比赛，不惜拿出这样一件无价之宝作为奖励。这枚炮弹的存在让霍雨浩心动不已，因为他知道，如果能够研究透彻，唐门或许也能掌握这种强大武器的制作方法。南宫婉解释说，这枚炮弹将作为比赛的最终奖励，只有获得冠军的人才能得到。他强调，比赛的胜利者将当场获得这份奖励，这让霍雨浩和其他参赛者更加重视即将到来的比赛。随后，一行人离开青色酒店，前往西郊的比赛场地。霍雨浩和菜头和黄征乘坐一辆马车，而南宫婉、三长老和默克则乘坐另一辆。马车外，黑衣大汉们带着各种稀有金属，准备用于比赛。在马车上，默克对使用9级定装魂导炮弹作为奖励表示不满，但被三长老斥责。南宫婉则通过魂导器观察霍雨浩，发现他在短暂的震惊后迅速恢复了平静，显示出强大的精神修为。南宫婉推测，霍雨浩可能是一名偏向精神召唤能力的邪魂师，但不一定是日月帝国人，因为圣灵教多年来一直在搜罗这样的人才，如果发现他，不可能不拉拢。三长老对霍雨浩的表现十分满意，认为他值得这次的中奖，并表示愿意亲自教导他。南宫婉则哈哈一笑，透露自己早已看上了霍雨浩，认为他的精神召唤能力与自己十分契合，甚至已经和副教主商量好，要收他为亲传弟子。他解释说，这次大赛不仅是对霍雨浩的进一步测试，也是为了让他成为自己的衣钵传人。为此，他不惜请副教主出面弄来一枚9级定装魂导炮弹作为奖励。三长老不甘心，认为霍雨浩是一名优秀的魂导师，未来必将成为9级魂导师，因此不能放弃对他的培养。他建议两人共同教导霍雨浩，但南宫婉坚持霍雨浩只能是他的亲传弟子。三长老无奈，只能接受这个条件，但心中仍然有些不满。南宫婉安慰三长老，表示等霍雨浩成为他的弟子后，会让他归还黑暗青龙。默克听到这话，立刻露出喜色，但南宫婉却告诉他，黑暗青龙虽然会还给他，但他暂时没有资格拥有，需要在后方制作魂导器，打磨自己的性子。默克听到这话，脸色顿时难看，看向三长老求助，但三长老也表示这是给他机会，要是他当初不丢失黑暗青龙，后果会更严重。在马车上，霍雨浩一直闭着眼睛，似乎在凝神静气，为即将到来的比赛做准备。和菜头和黄征也保持沉默，整个马车内一片安静。然而，霍雨浩的内心却并不平静，他正在不断地提聚自己的精神力，进入一种奇妙的状态。在霍雨浩的精神之海中，波涛汹涌，海水呈现出金银双色，这是他完成本体武魂2次觉醒后才出现的现象。精神之海上空，一颗椭圆形的洁白光球散发着生命的气息。冰帝、雪帝和天梦冰蚕都漂浮在精神之海上。天梦冰蚕情绪郁闷，看着雪帝和冰帝在一起，心中有些委屈。冰帝则询问霍雨浩的状态，天梦冰蚕解释说，霍雨浩的灵魂境界已经很高，现在只是身体承受不住精神力，不会有危险。冰帝和天梦冰蚕之间的关系仍然有些微妙。天梦冰蚕抱怨冰帝对他不好，甚至表示自己已经生无可恋。冰帝则坚决表示他们之间是不可能的。然而，当雪帝看着冰帝时，冰帝心中却有些动摇，仿佛想起了过去的事情。就在这时，霍雨浩的精神分身从光球中显现出来，他用精神力凝结成一个有形有质的化身，询问天梦冰蚕的意见。天梦冰蚕提醒他，虽然精神分身的损失不会影响他的本质，但也会让他短时间内失去记忆，精神之海受到重创，因此他必须在1个时辰内返回本体，同时本体不能跨越空间。霍雨浩点了点头，道：放心吧，天梦哥，我有分寸。我很期待，在今晚这一场场大戏中，我们究竟能占据多少的比重？这一场场大戏究竟谁是主角？说到这里，他脸上流露出了浓浓的笑容。此时的霍雨浩精神力已经非常强大，甚至不亚于冰帝和天梦冰蚕这样的强大魂兽。天梦冰蚕微微点头，露出一个冰蚕版的笑容。西水盟的豪华马车抵达西郊，霍雨浩似乎在恰当的时机恢复了清醒。他睁开眼睛，眼神稍显迷茫，但很快恢复正常。他的精神探测迅速扩散，发现周围至少有数千人，分成3部分，分别代表着3大地下势力：西水盟、奥都商会、和平凡盟。在陈安的引导下，霍雨浩和菜头和黄征进入了比赛场地。场地布置得相当豪华，有阶梯状的观战台，分为3个区域，分别供3大势力的支持者和名门望族、豪客们观战。场地中央是一个直径100米的比赛台，周围有魂导护罩保护，周围还有3个休息区，分别属于3大势力。霍雨浩心中暗想，今晚的规模确实庞大，
3大势力的高层几乎都到场了。他觉得这场地下势力的比赛在公平性上甚至超过了全大陆青年高级魂师精英大赛。在西水盟的休息区，南宫婉和三长老讨论着比赛的评委安排。南宫婉表示，圣灵教的副教主和其他高层稍后会到场，确保比赛的公平性。比赛开始前，主持人陆琪登场，他是一位普通人，但表现得十分专业。他介绍了比赛的背景，并邀请3大势力的会长上台致辞。南宫婉因为主持人将西水盟放在最后介绍而感到不悦，但他还是起身走向舞台。奥都商会的会长安利彤和平凡盟的盟主上官威尔也分别上台。安利彤是一位8环以上的魂师，而上官威尔则是一位容貌出众、气质独特的女性，她掌控着明都的人性服务业和餐饮业。霍宇浩了解到，这场明都魂导师精英大赛背后隐藏着3大地下势力的复杂博弈。平凡盟的盟主上官威尔是一位实力强大的女性，她的修为甚至超过了奥都商会的会长安利彤。而西水盟的盟主南宫婉则代表着帝国皇族，这让西水盟在3大势力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奥都商会和平凡盟背后也有强大的利益集团支持，使得3方势力相互制衡。这次大赛表面上是为了圈钱，但实际上却是3大地下势力重新洗牌的关键时刻。西水盟试图进一步掌控地下势力，而奥都商会和平凡盟则有意联手对抗。经过3方背后的势力协商，才有了这场公平的比赛。比赛的最大利益，掌控稀有金属走私，只有3大势力的高层才知道。稀有金属在日月帝国是严禁买卖的，但走私却成为了一条暴利的敛财途径。太子徐天然上台后，决心改变这一混乱局面，推动了这次大赛，希望通过重新洗牌来掌控走私利益。比赛现场，主持人陆琪邀请3位会长致辞。南宫婉表示西水盟志在必得，安利彤则代表奥都商会押注1亿金魂币，显示出强大的信心。而上官威尔则以3名拥有上古血脉的龙女作为奖励，这一举动让全场震惊。龙女是一种半人半兽的特殊生物，对魂导师来说是无价之宝，能够帮助他们清除体内杂质并净化武魂。3大地下势力的出招，让比赛的风头全被上官威尔抢走。南宫婉回到休息区后，对霍宇浩表示，最后动手时要尽可能干掉对手的人，并承诺会为他弄来一个龙女作为奖励。霍宇浩意识到，南宫婉对自己充满信心，这或许是因为他上次比赛展现出的邪魂师手段。霍宇浩在南宫婉的鼓励下，眼神坚定，心中却有着更深层的计划。比赛即将开始，7名高阶魂导师作为裁判登场，其中包括3位9级魂导师，他们的出现让现场气氛更加紧张。裁判们的发言强调了比赛的公平性，同时也对参赛者们进行了激励。比赛台上的9张魂导器制作台已经准备就绪，3大地下势力的人员正在摆放制作仪器和稀有金属。霍宇浩通过精神探测观察到，这些制作台上摆放的辅助装置和稀有金属极为丰富，甚至有些是他从未见过的。西水盟带来的稀有金属数量最多，达到了64种，其散发的宝光让裁判们也露出了贪婪之色。霍宇浩和菜头在比赛前已经制定了计划，他们将在决赛中全力以赴，一方面测试自己在魂导器制作方面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丰厚的奖品。如果能够获得冠军，他们将获得1件9级魂导器和1枚9级定装魂导炮弹，以及1吨稀有金属。这些奖品对他们来说极具吸引力，尤其是那些稀有金属，可以用来研究和开发新的魂导器。裁判长9级魂导师叶雨林，同时也是封号斗罗。他介绍本次大赛的最终冠军奖品日月神针，这是1件9级魂导器，能够在1600米高空悬浮，打击范围直径30公里，还能通过精神力进行侦查和精确打击。叶雨林警告参赛者不要尝试解析这件魂导器，否则会有反噬效果。霍宇浩和菜头对日月神针的威力感到震惊，意识到9级魂导器的恐怖之处。和菜头低声对霍宇浩说，这件魂导器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但霍宇浩提醒他注意言辞。南宫婉和3长老注意到了和菜头的话，但没有深究。3长老对日月神针的性能进行了补充说明，指出其充能需要3天，且只能依靠日月光华，攻击次数有限，使用后魂力和精神力消耗巨大。南宫婉则提醒霍宇浩，在修为达到9环之前，不要轻易使用这件魂导器，以免引起反噬。霍宇浩默默点头，心中对这件强大的魂导器充满了期待。比赛的奖品介绍引发了观众的惊呼，而比赛也即将正式开始。在这西郊的夜晚，一场真正的高潮即将来临。